大片奥因大吉在百宝山躲避风头期间，通过弟媳的介绍，认识了一名来自四川的女子谢宗芬。谢宗芬比白宝山大1岁，在北京做服装生意。他对白宝山有前科蹲过监狱的事情并不在意，并对他生活照顾有加。很快，两人就确定了恋爱的关系，同居在了一起。因为白宝山没有户口，所以就无法结婚。还有一个原因呢，是谢宗芬在四川老家还没和丈夫离婚，但她一直都瞒着白宝山。几个月的如胶似漆之后呢，谢宗芬渐渐的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白宝山的性格比较暴躁，还会无缘无故的就消失几天。有那么一段时间，白宝山竟然会在1个月之内毫无征兆的消失好几次。谢宗芬隐隐地感觉到，他似乎有些事情在瞒着自己。那白宝山在享受甜蜜爱情的同时，还在寻觅着新的作案目标，依然迫切的需要搞到新的枪支。枪没有抢到在他心里一直是个空缺，这让他十分难受。但北京的稽查风头正紧他不敢再冒险。不久他就想起小时候生活的河北老家徐水，好像有一个兵工厂。于是白宝山在1996年7月3次前往徐水踩点，很快就发现一座兵营，哨兵背着81式自动步枪。那这种枪的性能先进，子弹连发速度以及装弹量都比白宝山手中那把56式半自动步枪要强。由此他就做出了决定，必须拿下这把枪。白宝山把兵营周围的地形都记在了脑中，然后又把北京的枪支弹药带到了徐水，并在兵营附近的一处地方埋起来。1996年7月26日，已经准备就绪的白宝山再次来到了徐水，躲进一片紧挨哨位的庄稼地。从下午开始，通过一点点挪移，用几个小时的时间，终于到达了距哨兵10米的草丛。之后4个小时一动不动趴在地上，直到午夜0点30分左右，哨兵换岗之后，白宝山才慢慢伸出自己的枪，朝哨兵瞄准，连续扣动扳机。3名哨兵中2人被当场打死，1人负伤跑回兵营。那白宝山快步冲上去，把已经遇害的哨兵肩上的81式自动步枪抢走，快速逃离现场。尽管部队组织力量沿路追捕，但却无功而返。7月27日凌晨，徐水保定北京方面的调查团队来到现场，提取到足印还有弹壳，一看弹壳的编号，又是75-81。经过对现场的侦查，提出与北京发生的几起案件并案侦查。白宝山一路狂奔到天快亮，把2条枪和子弹埋在了一个废弃的烧砖土窑，换了一身衣服，然后等到早上8点，才在公路上拦住一辆开往北京的长途客车。沿途还有带着钢盔的武警拦车上来盘查，但白宝山已经是人枪分离，在盘查完行李没有发现异常之后呢，采取放行。白宝山顺利回到了北京的家中。做完徐水的案子，白宝山又闲了下来，他打算消停1个月后再去取枪。这期间呢，白宝山和谢宗芬回了一趟四川老家。谢宗芬和他坦白自己有丈夫和孩子，那白宝山很大度，说这次我陪你去离婚。也借这个机会呢，白宝山决定和对方交底，把自己这些天犯的事情和身背命案的事情都告诉了对方。他的想法是看对方的反应，如果谢宗芬顺从自己，那以后就有利用价值；如果他要离开，那么只有灭口。结果谢宗芬面对自己身边穷凶极恶的另一半，因为害怕被杀，更怕殃及自己的家人，选择了接受。由此，白宝山算是彻底控制住了这个女人。枪抢到了，他心里的目标一直是抢银行，但是一个重磅消息却打乱了他的计划。就是在那个时期有一个叫陆宪洲的悍匪在北京抢了运钞车，后来被警方抓获上了新闻。银行呢早就已经加强了安保等级。白宝山暗自庆幸，多亏没去抢银行，随后转移目标。1996年8月到11月期间，他把目光投向了批发市场，但对多个批发市场踩点后发现，那里的交易规模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1996年12月初，白宝山发现了德胜门烟市，在这里搞香烟批发的老板都是老户，摊主每天的流水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白宝山决定就是这儿了。1996年12月16日，白宝山挖出81式步枪，套上蛇皮带，穿上了一件大号深绿色的羽绒服，头上戴一个灰色的毛线帽。那这种帽子在当年很流行，往下一拽就能把整个脸罩上，只露2个眼睛。乔装打扮完毕，
奔向德胜门咽市。中午12点20分，白宝山锁定了一个女商户之后，直接在闹市开枪射击，女商户胸口中弹倒地，随身装有6万元烟款的包被抢走。周围几个路人见状大声呼救，白宝山又对路人开枪射击，3名男子被击中倒地。之后，白宝山钻入胡同，消失不见。短短1分钟的时间，白宝山杀死1人，击伤3人。得手后呢，回去就把赃款甩给了谢宗芬。谢宗芬查了一下，总共是65170元。那警方赶到现场后，在地上找到的弹壳编号再熟悉不过，75-81。经过痕迹专家鉴定，确认歹徒使用的枪种为81式自动步枪，这和徐水兵营被抢的枪支一致，掌握了枪支来源以及子弹的型号，但对于子弹的来源却一直是个谜。有一种可能是歹徒早就有了获取子弹的渠道，他使用的子弹编号都是75-81啊。专案组查访兵器部，得知这批子弹生产于70年代啊，主要是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不过，南京军区配备的这批子弹并没有下发到部队，而兰州军区配备的这些子弹呢，被分发到了新疆。这个专案组马上就派人前往新疆核查子弹的管理情况，但由于子弹的数量太大，分布又广，下发的时间长，很难进一步锁定子弹的去向，线索又断了。白宝山有钱了以后，1997年高兴地过完了元旦和春节，但他距离自己想要的300万还差很多。他清楚北京当前的形势太严峻，不能再从这动手了。他想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那就是新疆。在那里有很多人做棉花生意，可以抢劫棉花款。1997年2月21日，白宝山与谢宗芬登上了去往新疆的火车。就那时候火车的安检手段远不如今天先进。就白宝山把81式自动步枪和子弹就藏在了衣服里，又在外面套了一件羽绒服，就蒙混进了车站。两人顺利的抵达乌鲁木齐。白宝山到石河子147兵团寻找到了昔日的狱中好友吴子明。吴子明看到他来新疆，还以为是他又犯了事儿过来避风头，没想到呢，白宝山告诉他这次来新疆是想搞点棉花款，还向吴子明发出了合伙干的邀请。出狱后呢，诸事不顺的吴子明当场答应，第2天就把工作给辞了，果断入伙，还从家里搬出来与白宝山、谢宗芬住到了一起。白宝山和吴子明两人去了几十个棉花交易市场踩点，但春节过后刚好是棉花交易的淡季，市场里面的商户现金都不多抢劫棉花交易的计划暂时无法实施。那闲下来的白宝山老毛病又犯了他又想起了抢枪，跟吴子明说，现在咱们手头只有1把枪，81式自动步枪，那2个人肯定是不够用，应该再弄1把。1997年7月5日晚上，白宝山和吴子明来到了石河子下野地垦区141团人武部库房用81式自动步枪射杀了2条护院的警犬后，撬开2处仓库门，但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马上逃离现场。在戈壁滩上呢，逃跑的2人碰到了一名陌生路人，因为当时白宝山的肩上扛着步枪，为了灭口白宝山再次暴露出了凶残的本性，朝无辜的路人开枪射击，当场把对方打死，又欠下了一笔血债。此后2人把死者埋在了新疆的戈壁。那白宝山为了提高踩点的效率，准备搞一辆代步工具。1997年7月29日，吴子明以搭车为由拦下一辆摩托车，驾驶人王吉平把车停下后呢，白宝山突然窜出，用自动步枪将其打倒，并把王吉平的尸体抬进棉花地进行掩埋。很快，2人又把目标锁定在了149兵团。1997年8月7日凌晨0点半左右，2人溜入149兵团1营值班室，举枪就打，一位民警和治安员当场被打死。2人很快在现场找到一把54式手枪和一些子弹。整个作案过程只用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2名警察同时被枪杀，这在石河子还是第一次。警方的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仔细的勘查，现场发现歹徒用的子弹编号为75-81。得手以后呢，白宝山和吴子明很快又去了乌鲁木齐，停留在边疆宾馆附近的贸易区。这里一年四季都有大量来自国外的商人在这里进行大宗的货物交易，同时也进行着巨额的外汇交易。而在这里呢，到处都能见到提着大包小包的人。为了交易呢，他们要把人民币或其他币种进行兑换，那个提包里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上百万元。白宝山放弃打劫棉花商人的想法，转而把目标锁定在这里。
1997年8月19日早上，白宝山肩背着一个大袋子，里面装的是8·1式自动步枪和5·4式手枪以及所有子弹。两人来回走路寻找抢劫的目标，突然发现两个人提着包在一处角落蹲下，放下皮包后旁若无人地开始数钱。白宝山看了一下，发现包里的钱数额巨大，于是他当街将藏在包里的8·1式自动步枪取出，然后将5·4式手枪交给吴子明，朝那两人走去。白宝山开出了第一枪，把其中的一人当场打死，枪声惊动了广场周围人群，现场一片混乱。另一人受到惊吓之后，马上拎包就跑。那白宝山锁定目标，持枪追赶，追赶途中是遇到人就开枪，最终追上了那名年轻人，开枪把人打死以后，抢走了他的提包。两人一边跑一边开枪。来到了新疆大学附属中学门前，一群学生发现异常后呢，就上前确认情况。但是丧尽天良的白宝山再次开枪，打死了2名年仅17岁的学生。之后，他们越过一面围墙，消失在围墙后面的树林。这次两人从作案到逃跑用了20分钟，20分钟里一共开了14枪，7人被打死，5人被打伤。这次抢走的2个提包里有美元，有人民币，一共近140万元。那发生特大持枪抢劫案的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整个乌鲁木齐市。作为1997年中国10大刑事案件之首，这起案件也被永久地记录在了中国的刑侦史上。那这次很多人都看到了白宝山的长相，警方搜集了目击者的口供，汇总起来以后，最终呢，刑侦人员绘制出了一幅画像，很快这幅画像就被批量的复印进行下发。那警方很快从现场找到了几样证物，10多枚印有75-81编号的弹壳。那当时北京市警方调查子弹来源呢，已经调查到了新疆，而且鉴定出子弹都是8·1式自动步枪射出的所以把新疆和北京、河北发生的多起恶性案件并案。就在警方展开侦查的时候，案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1997年8月31日下午，边疆宾馆案发后的第12天，警方接到报案，新疆富康市天池风景区某处，本地牧民在山坡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那警方在现场认定无名男尸为中枪身亡，死者被汽油重度焚烧，无法辨认出身份。现场发现4枚弹壳，编号75-81，杀人者呢正是白宝山，而死者就是他的同伙吴子明。那白宝山之所以杀吴子明，原因就是不想分钱给他当时白宝山认定了吴子明一定会跟他索要1半的赃款，这对他而言是无法接受的。当天得手之后呢，他们2人就回到了石河子，但回来之前呢，白宝山依然是把钱和枪给埋了起来。那吴子明非常兴奋，那可是140万开始不断向白宝山问就什么时候分钱，恨不得每天都问一次终于给白宝山给问烦了。他心里也开始埋怨，就这次行动你吴子明啥忙也没帮上死那些人都是自己打的都没有听到吴子明开一枪，有你没你区别不大，要分钱却这么积极，就给分多少钱另说。白宝山还考虑到这个货要是突然有钱了，害怕他被身边的人识破，被举报，还容易把自己给搭进去。这样看来呢，吴子明的存在非但危险，也是多余。那正烦着呢，吴子明又说咱们还是去看看钱吧，埋在那里不放心，怕被人拿走。那白宝山答应了。2人回到乌鲁木齐以后呢，发现钱还在。趁这个机会呢，白宝山挖出了5·4式手枪还带在身上。再次回到石河子以后呢，白宝山提议先去北京避风头，等新疆这段严查过去以后呢，再回来取钱。吴子明听完好像预感到有点不对劲，显然他对于白宝山还是相当了解的毕竟这个人曾经杀过2个狱友，不可能一点防备没有。为了防止白宝山到北京以后呢，可能会对自己下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他有一个蓝色的笔记本在里面记下了2行地址，一个是白宝山在北京的地址，另一个是谢宗芬在四川的地址。在和白宝山离开新疆之前呢，吴子明把笔记本交给了自己的堂弟，说自己和朋友呢出去一趟，如果1个月之后呢还没回来，就说明自己已经不在人世。到时候呢，你就拿着这个笔记本去报案，里面有我那个朋友还有他女朋友的地址。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他怕自己回不来新疆还是多想了。其实白宝山压根就没想让他离开新疆。
一天，白宝山、谢宗芬聊天说，来这么多天呢，还没在新疆好好玩过。白宝山提议几个人去天池放松一下。到了景区以后呢，3个人走了大约2个小时，直到一处已经看不到人影的地方。几个人呢都感觉很累，决定在这儿歇会儿。这时候，白宝山就开始时刻关注吴子明的举动。在山腰休息的时候，吴子明就开始喝水。白宝山趁其不备，从腰间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铁锤，猛地朝吴子明的后脑勺砸去，但伤害不大。反应过来的吴子明连滚带爬朝山下跑去。白宝山眼看追不上，赶紧掏出了手枪，瞄准吴子明开始射击。其中一枪击中臀部，一枪从后背射穿吴子明的心脏，当场死亡。在杀死吴子明之后呢，他从口袋中掏出来准备好的一瓶汽油，浇在吴子明的身上，用打火机点燃。那谢宗芬以前只是听说过白宝山怎么凶残，那这次却亲眼目睹了杀人现场，当时就被吓傻了。那白宝山承诺绝对不会伤害他，还让他把吴子明的身份证和作案工具都给埋掉。1997年8月17日，白宝山和谢宗芬回到乌鲁木齐，两人把140万元赃款挖出来带到宾馆，把这些美元和人民币100张为一捆绑好，全都塞进衣服的隔层。白宝山还塞了一把5.4式手枪。火车站呢，只检查行李，不查身上，所以两人顺利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1997年8月31日，他们回到北京的家里，也就是在这天，被他们所杀害的吴子明的尸体被发现。回到北京当天下午，白宝山回到北京模式口母亲的家中。这时候白宝山有了一个变化，他没有像之前每次作案后呢都把这个枪和赃款埋起来，而这次把枪呢放到了住处的抽屉里面，又把钱呢塞进了自己的床底下，给了母亲1万块钱，说是自己在新疆赚的棉花款。但母亲直接把钱放到了一边，心里隐隐产生了一丝担忧。白宝山洗了一个澡，换了身干净的衣服，骑上自行车出去兜了一圈，心情非常好，还带着谢宗芬去商场开始消费。然后谢宗芬呢就和白宝山请假，说想回家看看。这白宝山心想事情都已经办完了，走就走吧，还给他拿了11万，说想怎么花都行，但是别存银行，然后把他送到机场，两人就此分别。而在新疆呢，吴子明的堂弟发现他失联，没有等到10月，直接拿着笔记本去报案，并确认了天池，发现死者就是吴子明。随后，新疆警方通过多方调查，确认吴子明和白宝山就是边疆宾馆疯狂杀戮、抢劫的2名案犯。1997年9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2处接到一份电报。发电报方是新疆石河子公安局刑警大队，他们根据吴子明的笔记本，把白宝山的个人信息和家庭住址以及犯下的系列重案告知了北京警方。接到报案后，北京警方就在白宝山位于石景山模式口的住处附近进行了严密的布控，直到晚上7点多钟，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3名侦查员在一名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敲响了白宝山的家门。这来开门的正是白宝山，毫无防备的他因为天热就穿了一条裤衩。民警对他说：“你的户口办下来了，8月25号批的，跟我们去一趟派出所，把表格填了。”白宝山问：“现在就去吗？”民警回答说：“对现在就去，不能再耽搁了。”白宝山马上起了怀疑，首先办户口有必要大晚上出去吗？另外3名警察所站的位置呈弧形将自己包围，他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想了想对民警说：“好，我回屋穿点衣服。”穿衣服呢当然只是一个借口，在这个过程中白宝山大脑飞速运转，抢来的那把5.4式手枪就放在抽屉里，只要打开抽屉就能把枪拿出来，就有和警察拼命和逃跑的机会。可这是母亲家，一旦火拼母亲必然会受惊吓，警察都已经找上门了，如果是来抓自己的，那外面肯定也已经是有了部署，胜算不大但又不甘心就这样被抓走，所以内心纠结到极限的白宝山又想放弃又想反抗，几次试图去拿抽屉里的手枪最终白宝山说自己是因为不想在母亲面前杀人，选择了放弃。穿好衣服对母亲说：“没什么事儿，户口批下来了，完事儿就回来。”
随后跟着警察离开。那白宝山在北京落网之后，经过8小时的审讯，被逐渐攻破心理防线。1997年9月6日开始交代自己犯下的所有罪行。同时，警方连夜搜查他在母亲住处的卧室和柜里，搜出了一支已经上膛的5.44式手枪，子弹64发，现金110多万元。早上7点，侦查员驱车前往河北徐水，在火车站附近一处偏僻地界起获5.6式半自动步枪1支。不久后，又在新疆起获8.1式自动步枪。新疆警方又根据口供，用推土机在石河子兴安监狱牛棚附近挖出了已经遇害多年的傅克军和李宝玉，也在棉花地找到了王吉平的遗体。只有那个在戈壁被白宝山杀害的无辜路人没有被找到。在他家里搜出的5.44式手枪枪号与8月8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49团被抢走的手枪枪号相同，提取的5.6式半自动步枪也是北京331案中执勤岗哨被抢的那支。在白宝山家中搜出了一双胶鞋，与河北省徐水县727案现场提取的足迹认定统一。面对所有的证据，白宝山自知反抗没有意义，全部认罪。很快，谢宗芬在四川老家被捕。至此，白宝山系列持枪杀人案彻底告破。1997年12月3日，白宝山、谢宗芬被押到新疆接受审判。1998年3月3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持枪抢劫罪、抢劫公民财产罪判处白宝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谢宗芬有期徒刑12年。那白宝山在做最后陈述的时候，第一次流下了充满悔恨的泪水。1998年4月29日，白宝山被执行枪决，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那最后再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白宝山年幼丧父，被母亲送回农村，生活环境让他性格变得孤僻。错误的开端就是在结婚生子以后，为了改变生活条件而开始偷盗。其实那个年代，很多家庭的经济条件大差不差，虽然物质贫瘠，社会动荡，但其实也同时充满了机遇。明明拥有很强的综合能力，却钻进了幻想不劳而获、快速致富的漩涡，无法自拔。那在狱中就开始囤积子弹，就是为了填补日后无底线的贪婪。面对压迫和逆境，其实不只有极端一条路可走，完全是他自己在逼迫自己，而且心中也早有答案。报复社会的人不会承认自己犯下的实质错误，只会粉饰装扮自己丑陋的作恶动机，塑造孤胆英雄的伟岸形象。在他的回忆中说，是为了让孩子过好的生活，因为出于对母亲的孝心才束手就擒。但不要忘记，被他残忍夺走生命的同样也是别人的孩子或父母。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大吉，我谢谢你了，拜拜。